据本台驻仙州记者的报道，继剑幕重生之后，罗浮仙州六司于近日迎来重大人事变动，丹顶司迎来新任司鼎。此次走马上任的司鼎是从朱明仙州衣锦还乡的灵莎，而摆在他面前的是在剑幕之灾中千疮百孔、颜面扫地的丹顶司。这位空降高管能否治理好丹顶司，并稳固住自己在罗浮政治生态中的地位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这位新任司鼎的奇人奇事。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云林小姐做客本期节目。吉米终于还是被开除了吗？没有，吉米先生听了焦秋大夫的意见，请病假去了。那你是？不好意思，忘了做自我介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米先生请假期间的代班主持人卡美丽，请大家多多指。好疼！是脑袋很好使的支线呐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一定也是职场历练的一部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走进星穹吧。灵莎小姐是丰饶命途的火属性角色，她以燃香为引，巧妙融合罗浮丹术与朱明精灵燃息之法，是联盟中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医师。释放普攻，灵莎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；释放战技，灵莎会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并使我方全体恢复生命值。此外，她还将召唤符源，并使其行动提前。灵莎姐姐擅长制香，甚至从香炉中炼制出了这只烟兽，好香，好可爱，好想养一只。然而符源并非人畜无害的小宠物，当符源行动时将发动追加攻击，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同时为我方全体解除一个负面效果，并使我方全体恢复生命值。符源的行动次数存在上限，当次数为0或灵莎陷入无法战斗状态时，符源消失。符源在场时，灵莎释放战技，可增加符源的行动次数。解锁特定行技后，在我方任意单体生命值小于一定比例时，符源会立即发动追加攻击。此次触发不消耗符源的行动次数。灵莎释放秘技后，下一次战斗开始时将立即召唤符源，并使敌方全体陷入持续一定回合的纯粹状态。纯粹状态下，目标受到的击破伤害提高。灵莎姐姐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、镇定自若，但其实心里想让对手破防的渴望却异常的强烈。有时候能听到她在默念一些不大妙的东西。是什么呢？什么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？我若气死谁如意，况且伤神又费力之类的。有机生命太不容易了。我的话，这种时候就会默念 Alt 加 F4。这是什么？重启大法。气氛好像有点冷，我们来讲点暖和的东西。释放终结技，灵莎会使敌方全体陷入纯粹状态，以及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同时为我方全体恢复生命值，并使符源行动提前。在解锁特定行技后，灵莎将基于击破特攻，提高自身的攻击力和治疗量，该效果存在上限。灵莎小姐的招式确实很厉害，但这对致谢应该没啥用。小云离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鼻子。要不我还是解释一下，因为灵莎小姐是以香气作为武器，而致谢。不好笑吗？我果然还是没有像吉米先生一样的天赋。总结一下，灵莎小姐可在战斗中召唤符源，符源行动时可为我方全体恢复生命值，并解除负面效果。搭配上终结技提供的全体击破1伤效果，可让队友在安全的输出环境中更加从容高效地处理眼前的麻烦。能攻善守，滴水不漏。灵莎姐姐不愧是成熟的职场人，而相信有这般能力的灵莎小姐，也定能从容化解一切职场上的麻烦。就比如眼前来势汹汹的这几位，小喽啰罢了，难不倒灵莎姐姐。没错，因为对面不是支线。卡美丽，把空调关了。好的。灵莎小姐处变不惊，先开启了秘技，随后再处理工作。
得益于秘技的效果，林莎小姐和她的小伙伴福原快速进入了工作状态，而对手却深陷沉醉状态。林莎小姐的职场伙伴乘胜追击，对对手展开了攻势。林莎小姐释放了战技，在攻击了对手的同时，也让我方恢复了生命值。而福原的行动也获得了提前，其行动次数也获得了提升。对手不甘示弱，发动了攻击，对我方造成伤害。但有林莎小姐在，这都只是不痛不痒的小麻烦。福原发动了攻击，在对对手造成伤害的同时，也为我方恢复了生命值。林莎小姐瞅准时机，开启了终结技，在造成伤害及恢复生命值的同时，也让福原的行动获得了提前，且对手也再度陷入纯粹状态，其受到的击破伤害将会获得提升。福原趁势而上，最后一击终结战局，好走不送。哎，为什么这次不是下班收工啦？什么是下班收工？你们这公司也太黑了吧？哪有？加班的话有打车报销，熬夜的话有免费夜宵。第70轮面试的时候，HR拍着胸脯和我说过的，一直记忆深刻。第70轮？对啊，看不出来，卡美丽也是空降高管呢。说来惭愧，我还只是个实习生，因为能力不大行，都忘了多少个实习期了，现在也还没能转正。你就没有想过，这其实不是你能力的问题吗？小云离的意思是，是该整顿职场的时候了。原来李导还是认可我的潜力的啊！也难怪，不然也不会给我这么多次面试和实习的机会来证明自己。给予我这么多次历练，是认为我一定可以为公司带来改变。唉，算了，要不还是用这个来整顿职场吧。